我被亲生父亲找到的那天，母亲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她谨慎地将假千金孟晓揽在身后，视我为猛虎。我当然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紧张，因为孟晓是她的私生女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小，这是妹妹，快过来打招呼。听着耳边熟悉的声音，再看着躲在妈妈身后的孟晓，我只觉得有一瞬间的恍惚。我不是和爸爸一起死在了那场车祸中吗？震惊之余，我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又拉了拉爸爸的手，这才确定我真的没死。这一系列的动作没有逃过爸爸的眼睛，他安抚似的拍了拍我的手背，然后继续说道：小小，听没听到我说的话？孟晓正愣着点了点头，同时我也没忽略妈妈变幻的表情。上一世我被爸爸带回家时，他也是这副表情，并小心地将孟晓护在身后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是妈妈太过激动才会如此失态，可直到临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孟晓根本不是爸爸的女儿，而是妈妈的私生女。妈妈并不是因为爱才和爸爸结婚，而是因为和爸爸结婚是她当下最好的选择。结婚不久，她就和白月光勾搭在一起，并有了孟晓。可怜爸爸还被蒙在鼓里，替别人养了20年的孩子。至于我，妈妈本不想生下我，可架不住爸爸的软磨硬泡。她不爱爸爸，当然也不爱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设计让我和爸爸死于一场意外车祸中，只为了给孟晓和他的情妇铺路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握紧了拳头。重活一世，我也定要为自己和爸爸拼出一条路来。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，妈妈开口了，可言语中却并无欣喜。你是从哪里找到的孟瑶？爸爸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异常，语气中难掩激动。说来也巧，我去瑶瑶学校商量投资赞助的事，在楼下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熟悉，闲聊了几句，发现丢失的时间和瑶瑶一模一样，而且右手臂的胎记也是分毫不差。上天待我不薄啊，终于找到瑶瑶了。说着说着，爸爸甚至掉了几滴眼泪，我有些慌张，急忙伸手去擦拭爸爸的脸。好孩子，爸爸没事，就是找到你太激动了。可妈妈却仍然无动于衷，甚至脸上还有一丝愤恨和不甘心。别认错了就好。呵，她当然不甘心，当初费尽心思将我丢在孤儿院门口，又怎么能甘心我在这时候出现在家里和孟晓争夺财产呢？妈妈，不如我们全家一起做个亲子鉴定好了，就知道我是不是被认错的孩子。听到亲子鉴定，妈妈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的神色。那就不必了，做亲子鉴定无疑是给她自己埋下一个定时炸弹。况且现在还不是做亲子鉴定的时候。上辈子我和爸爸受的苦，这辈子你们也应该尝尝。和上一世一样，我被安排在2楼孟晓旁边的卧室，美其名曰让我们多促进感情，其实不过是为了方便陷害我而已。也罢，这次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手段究竟有没有长进。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晚上，这里的床很软，比孤儿院的床不知道软上多少倍。院长是很好的人，他说我很聪明，一定要上学，哪怕家里反对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承担了我上学的全部费用。这份恩情我是一定要报答的。次日洗漱完毕后，我来到楼下吃早餐，煎蛋、牛奶、水果，每人一份，看起来公平公正，不偏不倚。可我对这些通通过敏，3岁时就因为喝了牛奶呼吸困难进了医院，
上一世的我不忍心辜负妈妈的心意，尽数吃下后被送往医院。现在看来，她分明是故意这样做。我将餐盘轻轻一推，我不吃。妈妈生气地将筷子往桌一拍，巨大的力道震得杯子里的牛奶都晃了出来。辛辛苦苦给你做的早餐，你说不吃就不吃，有没有把妈妈的辛苦放在眼里？你看小小，比你懂事太多了。我轻笑一声，这些东西都是他爱吃的，不会真的有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吧？我对这些过敏你忘了吗？是不是你眼里只有孟晓这一个孩子？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一眨不眨地盯着妈妈的眼睛，试图从其中找到愧疚或是心虚，可是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爸爸从门外走进来。怎么了？在外面就听见屋里声音大得很，似乎是没想到爸爸会突然回来。妈妈有些慌张，家产还没到手，她当然不能和我爸起正面冲突。我率先开口道：没什么，只是说我对牛奶、鸡蛋过敏而已。爸爸的目光瞥向餐桌，而后又转向妈妈：瑶瑶牛奶过敏的事，你怎么都不记得了？你看我最近忙着照顾妈，累昏了头，这都给忘了。很明显，他是知道如何为自己开脱的。一句话就让爸爸心软了。是啊，他忙着照顾奶奶，孝心可嘉，两边不能兼顾，倒也在情理之中，是吗？你最好真的在照顾奶奶。话一出口，妈妈肉眼可见的惊慌，可却还是强装镇定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爸爸也有些不解。瑶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对爸爸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。没什么，爸爸。他并没有多怀疑，只认为我是一时赌气才说出的这些话。拿起文件嘱咐了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只有妈妈面色铁青。哦不，或许我叫她郑芳丽会更好点。我没有这样的妈妈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若是郑芳丽老老实实照顾奶奶也就算了，可偏偏她没有，每次都是借着照顾奶奶的由头去私会情夫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情夫抓出来。上一世我和爸爸的死和这个情夫脱不开关系，我绝不允许一个定时炸弹留在我们身边。本以为郑芳丽会消停一段时间，可当天晚上她就又打起了歪心思。瑶瑶也快高考了，到时候就报和小小一样的学校，你们姐妹二人在学校也有个照应。哦，上一世的招数又要重来一次吗？我的学习成绩比孟晓好很多，郑芳丽担心我考上更好的学校会对孟晓造成威胁。在我考最后一门的时候，趁我午睡，将安眠药放进我的果汁里。我因此缺席一场考试，最后只能去和孟晓一样的学校。在爸爸质问他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叫醒我时，他依然振振有词。我当时不是急着去给妈送饭吗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大的事，这孩子这么不上心，竟然会睡过头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昏昏沉沉而不自知？上天既然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那你们就等着瞧吧。不过我的成绩比姐姐好很多，应该可以去更好的学校。我轻轻开口，女孩子去那么好的学校干什么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我失笑，万万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，竟然还会听到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话。爸爸说了，女孩子更要好好学习，多学些本事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她打理公司。其实爸爸是没说过这些话的，都是我故意讲给郑芳丽听。只有她感受到威胁，才会更快地对我动手。不过这一世的发展与上一世略有不同。郑芳丽没有等到考最后一门的时候给我下药，而是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就行动了。还真是，
沉不住气呢。瑶瑶，快把这杯果汁喝了睡觉吧，这是妈妈特意给你鲜榨的。孟晓见状却有些生气，立马就要过来拿走杯子。妈，你偏心，怎么我没有鲜榨果汁？我也要喝。郑芳丽瞬间慌了，急忙阻止。你要喝，妈妈一会儿给你弄。妹妹明天要考试了，先给妹妹。说完还冲着孟晓眨了眨眼睛。孟晓立刻心领神会，不再吵着要喝果汁，而我也装作大度的将果汁递给孟晓。姐姐想喝就先喝吧，我一会儿喝也是一样的。可孟晓却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般，不用不用，妹妹还是你先喝吧。看着我将果汁一饮而尽，他们才放心的离开。当我睡醒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12点。我慌张穿衣服下楼，却看到郑芳丽和孟晓已经坐在楼下的客厅。怎么没人叫我起床？这下错过考试了。他们二人却是满脸的得意。瑶瑶，不是妈妈说你这么大的事，你也应该自己上心。我们刚去看完奶奶，哪里就想到你居然没起床呢？还是和上一世同样的说辞。我懊悔地流下眼泪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我还没体会高考的氛围呢，这可怎么办？说着，我便独自回房，不去理会他们得意的表情。也许他们是认定我已经考不上大学，最近一段时间倒是没有找我的麻烦。晚饭的时候，爸爸欢喜异常。瑶瑶，准备好东西没有？这大准备邀请你参加夏令营活动呢。我也不停点头，准备好了爸爸，到时候可以正常出发。好好好，爸爸后天为你举办了宴会，一起庆祝这个好消息。听到这话，郑芳丽和孟晓不淡定了。什么这大？什么夏令营？没考上大学也能参加夏令营活动？爸爸不悦地看了一眼郑芳丽。什么没考上大学？你就不能盼着点瑶瑶好吗？在他们错愕的表情中，我缓缓说道：忘记告诉妈妈和姐姐了，我高考前就被保送了，经过了上一世的背刺。若我仍不提前为自己找出路，那一切就是我活该了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我已经悄悄地获得了保送名额。那你没参加高考的时候还哭什么？终究是年纪轻。孟晓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，全然没看见郑芳丽在拼命使眼色。我只是难过没有体会到高考的氛围，又不是难过没学上。可爸爸捕捉到了重点，没参加高考。是的，爸爸，考试前妈妈给我了一杯果汁，我平常都不睡懒觉的，考试那天居然睡到了中午，还真是奇怪。爸爸若有所思的点头，目光在郑芳丽和孟晓的脸上扫了又扫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但我知道，爸爸心里一定有了定论。这次的宴会确实与众不同，不是在酒店，也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一座海岛上。临出发的前一晚，我将行李收拾好，便准备睡觉。可郑芳丽再一次让我下楼喝果汁，喝果汁，又是喝果汁。这女人能不能有点心意？为了弄清她打的什么主意，我还是下了楼。2杯果汁摆在我们面前，郑芳丽笑意盈盈地道：快喝吧你们，这是新鲜蓝莓榨的汁，放久了就不好喝了。我刚要拿起果汁，郑芳丽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她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拿着手机就快步走到了阳台，趁着孟晓的目光还在郑芳丽身上，我快速调换了2杯果汁的位置。没过几分钟，郑芳丽就回来了，脸上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怒气。怎么还没喝呢？快喝完睡觉吧。我乖巧地应了一声，便将果汁一饮而尽。余光瞟了下孟晓，他也同样喝了下去。回到房间后，我辗转反侧，郑芳丽这次又在打什么主意呢？1小时过去了，我的门锁传来了轻微响动，
我急忙闭上眼睛，装出一副睡着的样子。来的人正是郑芳丽，她在我房间转悠了一下，将目光放在了墙角的箱子上。一阵滑轮滚动的声音传来，似乎是将我的箱子拿出去，又把什么东西拿进来了。也许是认定我睡着了。郑芳丽说话的声音虽小，可我还是听清了。这个小小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？现在还要我一个人来换这箱子？呵，原来果汁里放的还是安眠药。原来真的有又蠢又坏的人，每次都只会放安眠药这一招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屋内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。确认郑芳丽已经离开后，我小心翼翼穿上衣服，查看行李箱，发现箱子里的衣服都被换了，光鲜亮丽的礼服都被换成了被撕裂的短裤短袖。我悄悄进入了孟晓的房间，她果然还在熟睡中。我如法炮制地打开她的箱子，将这些破碎的衣物放了进去，同时我也为她准备了一份大礼。第二天，孟晓和郑芳丽的脸上都挂着微笑，看向我的目光更是充满了嘲讽。他们一定在等着看好戏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内容。不过2个小时，我们便到了海岛上。爸爸也在催促着我们快些去换衣服。刚到试衣间，我就听到孟晓的惊叫声响起：“啊，我的衣服呢？”一阵尖叫后，声音又被寻思压低下来：“妈，是不是我和孟瑶的房间离得太近？你换错了衣服啊？当时还说住得近点，方便我们下手。现在可好，你连房间都走错了。”耳边传来了孟晓的低声埋怨。郑芳丽也被说得有点犹豫：“不应该呀，算了算了，还好箱子底下还压着一件礼服，只能穿这个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好戏马上要上演了。宴会正在如常进行着，突然孟晓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她警惕地看了眼周围的人，拿着手机悄悄走出了宴会厅。我也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。你来干什么？这么大的场合，你出现在这合适吗？我怎么就不能来？你们还打算要我等多久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听见这话，孟晓的语气也软了下来。妈妈说了，她心里有数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愣了愣，难道还有意外惊喜？那男人的正脸我没看清，可总觉得背影很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仔细想了一会儿后，我突然有了印象，这不是爸爸的司机吗？似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简单。孟晓并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多做停留，转身就想走，可裙摆实在太长，她一个不留神便踩到了裙摆上，而那礼服又被我动过手脚，迅速脱落下来。见状，孟晓急忙捂住胸口，而李天则是慌张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孟晓披上。可这副模样，在他人看来就不是单纯的披衣服了。说来也巧，爸爸和郑芳丽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爸爸气得手直哆嗦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当来人转过身时，郑芳丽更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这可是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出口，郑芳丽便意识到了什么，快速改口道：“这可是你老板的女儿。”不过我却在心里泛起了嘀咕：难道郑芳丽的情夫就是司机李天？这样一看，那场车祸似乎就说得通了。孟晓声泪俱下：“爸爸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在这里散步，不小心踩到了裙摆，李叔刚巧经过，所以才披衣服给我。我是你女儿啊，我的话你都不信吗？”郑芳丽也在旁边帮腔：“是啊，况且老李都在我们家干了几十年了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”二人一唱一和，爸爸显然也有些犹豫。我佯装不解问道：“不过，李叔你怎么在这？
我记得我们一家4口单独来参加宴会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来是给老板送文件签字的，有份文件要得紧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过来一趟了。不愧是一家3口，办事手段和借口都是一如既往的拙劣。重要的是不先打电话沟通，而是直接过来海岛，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上一世就是太过相信他们，所以根本没发现不同寻常的地方。我不动声色地看了眼爸爸，他也从刚才的情绪中冷静了下来，对这些说法也并没有起疑。快去换衣服吧，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孟晓点了点头，又手足无措地看向郑芳丽。呵，他哪还有什么衣服可换呢？那些破碎的短裤短袖可不比这件衣服强上多少。姐姐怎么了？怎么还不去换衣服？孟晓咬着牙瞪了我一眼，仍然默不作声。她和郑芳丽的体型相差过大，没办法换郑芳丽的衣服。姐姐是不是没带多余的衣服来？不如穿我的吧。爸爸有些不高兴，出门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带好吗？什么时候你能和瑶瑶一样，让我省点心？我知道爸爸很善良，内心里也是爱孟晓和郑芳丽的，只有让他一点点地失望，最后彻底放弃孟晓和郑芳丽，才不会给他们翻身的机会。他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既然如此，有些事就让我来做吧。经过一番闹腾后，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。我给孟晓拿完衣服后，站在更衣室门口没有走，二人的对话尽数落入耳中。什么？你说我不是爸爸的女儿，李叔才是我的亲生父亲？妈，你疯了！孟晓崩溃的声音传来。原来他现在并不知道自己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你小点声，喊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只要赶走孟瑶，家产就都是我的吗？为什么还要对爸爸下手？他对我们那么好。孟晓的语气充满了不解。还真是傻，如果他知道了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还会这样对你吗？只有除掉他们父女，我们才能坐稳这一切。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下去。在郑芳丽眼里，我根本不是她的女儿。屋内陷入了一阵沉默。过了很久，孟晓才缓缓开口：妈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一世我和爸爸遭遇车祸时，爸爸还剩一口气。他让孟晓拨打报警电话，可孟晓却将手机摔碎，砸在了爸爸面前。当时爸爸的表情由震惊转到不可置信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养了20年的女儿竟然会这样对他。看来这一世，孟晓依旧没有改变，孟瑶也不能再留了。你一会儿约他去海边，趁他不注意将他推下去。我记得他是不会水的。不好意思了，妈妈，这回又要让你失望了。我是会水的呢。该听的已经听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我在酒店大厅遇到了爸爸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给我讲小时候的趣事，给我讲未来的规划。这一幕正好被密谋回来的郑芳丽和孟晓看了个正着。爸爸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孟晓亲昵地挽着爸爸的胳膊，可看向我的眼神却冰冷不带一丝温度。我知道，如果刚才在试衣间只是犹豫的话，现在的他已经坚定了要除掉我的想法。再和瑶瑶聊以前的事呢？以后孟家的财产都是你们姐妹2人的，你们可一定要相互扶持。孟晓甜甜地应了一声，放心吧，爸爸。说完，又转头看向我，妹妹，这海岛你还是第一次来吧？不如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好啊，我开心地答应下来。孟晓和郑芳丽也在暗中交换了个眼神。不得不说，夏天海边的风确实舒服。
孟晓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聊天。妹妹，你说爸爸是更喜欢你，还是更喜欢我呢？你觉得呢？他不以为意地轻笑了一声。当然是更喜欢我了，你不过是刚被找回来，爸爸对你心存愧疚，所以对你关心了点而已。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更爱自己的孩子，你说呢？听见这话，孟晓瞬间变了脸色，警惕地看向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满脸无辜。没什么意思啊，这话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说话，继续将我往海边带。妹妹，事到如今你也别怪我，这里不属于你，你还是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说完，孟晓猛地将我推入水中，可惜我早有警惕，在他推我的一瞬间，我反手抓住他的手臂，将他同样拖拽进水中。孟晓并不会游泳，落水的一瞬间便开始不停地扑腾。要说这郑芳丽也还真是蠢，竟然让孟晓一个人来干这种事。眼看扑腾的差不多，再这样下去就要闹出人命了。我赶紧把他拽上来，他是该死的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可嗨，孟瑶你干什么？是我该问姐姐想干什么吧？我只是不小心抓住了你的手臂，可你却是故意将我推入水中的，到底是养尊处优惯了的，嘴笨得很，在那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来一个字。姐姐若是还想在这吹海风，那就待着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拍拍身上的脏物，我便起身离开了，留着孟晓在那里叫喊谩骂。若谩骂就能置人于死地，那他恐怕早就死了无数次了。无能狂怒罢了，到底是理亏。孟晓并没有把这件事闹到爸爸那里去，可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了。回家后，郑芳丽便一直不对劲，她时刻盯着手机，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。终于，在她接了个电话后，急忙出了门。我留了个心眼，在她出门后，悄悄跟了上去。郑芳丽来到一个昏暗的咖啡厅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咖啡厅是孤儿院院长开的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店里没客人，如果我现在走进去，太冒失了。环顾四周后，我找了个角度观察这边的一举一动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视线里，果然是孤儿院院长。所以这段时间郑芳丽接到的电话都是孤儿院院长打来的吗？没过10分钟，他们二人便从咖啡厅走了出来，耳边传来郑芳丽的声音：收了钱别再来找我了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当时说好了将他丢掉，你居然偷偷将他抚养这么大，还以此来威胁我。从他回来，你已经找我3次了，这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。院长脸上露出贪婪的微笑。放心吧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心如刀绞。我以为院长是真心对我好，却没想到原来只把我当作揽财的筹码。这世界到底有什么是真的呢？我紧紧握住手中的相机，刚才的一切都被我拍了下来，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家。我只觉得一切都浑浑噩噩。刚到家，便看到李天从家里出来，我警惕地看着他。李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老板，但是老板没在。你找我爸，不应该在公司找吗？再退一步，你也应该给他打电话，直接找到家里来，不合适吧？李天皮笑肉不笑，瑶瑶说得对，我这就给老板打个电话。进了房间后，孟晓和郑芳丽都不在。那李天来是找谁？我挨个房间推开门查看，却在书房看到了保姆张阿姨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她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见我推开门，她惊吓地耸了耸肩。张阿姨，你在爸爸书房干什么？哦，我来打扫下卫生。这话确实挑不出毛病，可我总觉得他有问题。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妈妈和姐姐呢？对呀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不知道夫人和小姐去哪里了。
我点点头。哦，对了，张阿姨有没有见过其他人？她思考了一会儿，说道：我在楼上看到李天在楼下，说是来找老板，我也没下楼理会，一直在楼上打扫房间。我若有所思，点点头。可就在张阿姨准备离开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我闻到了浓郁的男士香水味道，和刚才在李天身上闻到的一模一样。张阿姨在说谎，她一定是和李天近距离接触过，而且时间不短，才会沾染上味道。那她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张阿姨是郑芳丽从中介公司找来的，这个家里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帮我查个人。没多久便收到了消息，张阿姨并非中介公司的人，她的真名不是张娜，而是李娜。李娜，李天，还真是妙。这个人不能留在家里。李娜做了一大桌的菜，可吃了没几口，我便觉得呼吸困难，身上也起满了红疹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好难受，我呼吸不上来了。见到我这副模样，爸爸急忙开车把我送去最近的医院。这是牛奶过敏了，还好送来的及时，不然病人就要窒息了。面对医生严肃的语气，爸爸的额头也渗出了汗珠。是，以后一定注意这些。说完，他转头将目光放在了李娜身上。不是知道瑶瑶牛奶过敏吗？你做饭怎么还放牛奶？李娜焦急地为自己辩解。我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在菜里放奶呢？好，你还不承认是吧？说着，爸爸便带着我们一起回了家。他仔细地品尝了每道菜，最后将目光锁在了鱼汤上。你还说你没放奶，你自己尝尝这鱼汤。李娜拿起勺子喝了一口，脸上难掩震惊之色。真的不是我没有放过，这一桌子菜都是你做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难道是瑶瑶自己放的吗？李娜支支吾吾半天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当然相信牛奶的事和她无关，因为这奶是我亲手放的，不做得狠一点，怎么能把她彻底赶出家门呢？爸爸，让她收拾收拾东西走吧，家里也不缺这么一个保姆。听见我要赶她走，郑芳丽急了。张姐在家里做了很多年，总不能因为这么个小错误就把她赶走啊。爸爸刀子般的目光在郑芳丽脸上划过。小错误？你说这是小错误？若是再晚一点送来医院，瑶瑶就要窒息而亡了。你眼里到底有没有瑶瑶这个女儿？郑芳丽的脸白一阵红一阵的，最后也什么都没说。看着李娜收拾东西的背影，我的心里也稍微轻松了一点。虽然冒险了点，可也终归是值得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定时炸弹留在爸爸身边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着，我心里也在盘算着郑芳丽打算什么时候出手。果然，当天晚上他们就坐不住了。孟晓挽住爸爸的手臂，爸爸，我们过几天去爬山吧。我听说那座山许愿很灵的。爸爸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孟晓也激动地抱住爸爸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爸爸对我最好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上一世爸爸的车子因为刹车失灵撞到了山道边，那是一条小路，人迹罕至，更别提什么救援了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吗？还是和上一世相同的操作？临出发时，孟晓说她肚子突然疼得厉害，让我们先走。作为慈母的郑芳丽自然不会让她一个人留在家，于是提出了陪她一起。既然如此，那总要有人开车吧。于是李天也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，让我和爸爸先开车出发，他们随后跟上。我拿起钥匙给了李天，李叔，这是另外一辆车的钥匙，那我们就先出发了。到了地下车库后，我却拉着爸爸走向了另外一辆车。爸爸，
这车的钥匙我已经给李叔了，我们开另外一辆吧。看着2辆一模一样的车，爸爸愣住了，怎么有2个一模一样的车？我对爸爸眨了眨眼睛，因为我也喜欢这辆车，就悄悄地买了个同款。你这孩子喜欢直接开走就是了，不要我就要自己买吗？撒娇地晃了晃爸爸的手臂后，便走向了另一辆车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开车走山路，而是先去超市逛了一圈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和爸爸开车前往。果然，走到了山路最陡峭的地方，我看到了爸爸的车子栽在了悬崖下。我惊慌地捂住嘴巴，爸爸你看，这不是我们的车吗？怎么会摔落悬崖？爸爸也不淡定了，急忙下车查看，的确是他们一家3口。李天昏迷不醒，郑芳丽和郑晓则是被死死地卡在车里，身上、脸上都是大小不一的伤口。我看了眼郑小丽，骨折是肯定的了，孟晓的脸上也有多处很深的伤口。爸爸焦急地安抚着，别怕，我这就报警找人救你们。拨打报警电话后，我们便静静等着警察的到来。出警速度很快，不过40分钟，他们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当他们3人醒来时，面对着的是爸爸冷若冰霜的脸。说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警察说刹车被人动过手脚，若不是瑶瑶拉着我坐了另外一辆车，恐怕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我和瑶瑶了吧。郑芳丽一直重复着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清楚。李叔，不解释解释吗？你也没想到我和爸爸会活着，所以也忘记销毁了行车记录仪的证据是吗？他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是你换了车，不然呢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你们害死我和爸爸吗？我买了一模一样的车，还贴心地换了车牌号，你们太着急置我和爸爸于死地了，根本没发现车子的不一样，这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吧。见状，李天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郑芳丽，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郑芳丽不可置信地盯着李天，她一定想不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会在这种时候立马把他推出去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下定决心开口道：是我做的，孟朗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别连累孩子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明白了？这是气帅保足呢，只要孟晓还在这个家，那他的后半生就仍然不用愁。此话一出，爸爸震惊地后退了2步。你说什么？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狠毒？瑶瑶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怎么忍心？可郑芳丽却不再讲话，只是闭着眼睛。孟晓也适当出口：爸爸，你就原谅妈妈吧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。我嗤笑一声：一家人？孟晓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孟家的女儿了？孟晓慌乱开口：你乱说什么？孟瑶，妈妈和爸爸分开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呵，他这是杀人未遂，你也一样是帮凶。装爸爸的亲生女儿装久了，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正主吧？我递给爸爸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爸爸的手攥紧了那张纸，甚至因为太过用力而青筋暴起。郑芳丽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？郑芳丽颤颤巍巍拿起报告，又抬头看向了我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我冷笑一声，爸爸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呢？只想着惦记着爸爸的财产，多看你们一眼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竟会残忍到自己女儿都要杀害。我顿了顿，又继续说道：还有张阿姨，她其实不叫张娜，她叫李娜，对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就是李天的亲姐姐吧？你们真是好算计，爸爸身边竟然全是你们的人而浑然不知，甚至我儿时的走失都不是意外，
而是你故意为之。我甩出一系列的视频和照片，爸爸不停地翻看这些东西，身子也不自觉地在颤抖。郑芳丽，你竟然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！他们三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一言不发。我已经联系好了律师，会由他来处理你和爸爸离婚的事。孟朗，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他还在倒打一耙。只有孟晓在旁边窃出声：我们会坐牢吗？我甜甜一笑：当然了，我的好姐姐，谁也跑不了。很快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就出来了。李天、郑芳丽杀人未遂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孟晓知情不报，且也参与其中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孟晓最爱美，可却在这次事故中惨遭毁容，而郑芳丽下身多处骨折，导致残疾，后半生都没办法正常行走。李天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右手粉碎性骨折，哪怕从监狱里出来，估计也没办法养活自己。看着这样的结果，我很满意。恶人从来不该轻易的去死，让他们痛苦的活着才是最大的惩罚。我和爸爸坐在楼顶的天台谈心。瑶瑶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些事的？我避而不谈，反问道：爸爸，你怪我吗？怪我心狠手辣，这些事没有和你事先商量过。爸爸摇摇头：爸爸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倒是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我没事的，爸爸，我只想你健康快乐，我真的很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说完，我紧紧抱住了爸爸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保护好你了。可爸爸仍然不死心地追问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不对劲的？我也端正了姿态，正视爸爸道：如果我说我重活了一次，爸爸信吗？他的眼里泛着泪花。我不会看错的。他嘴唇呢喃着，像是准备组织语言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。最后千言万语只汇成了一句话：爸爸相信你，明天的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。我要相信生命中是有光的，而要迎接这光，就必然要接受黑暗。律师的效率很快，一份离婚协议书很快送到了爸爸手中。我们和郑芳丽将走上2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我们在阳光大道上熠熠生辉，而他们则是会在阴沟待一辈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